38年前，首次访美的习近平来到旧金山，并留下这张照片。在那次访美行程中，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，率石家庄市玉米考察团来到友好省州艾奥瓦开展访问，并在德沃切克家里借住过2晚。When he came in 1985 and stayed in my house, and my mom and dad and sister were there, and obviously that's Xi Jinping. 2012年2月15日，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再次访美，他又专程来到马斯卡廷会见当年的老友们。欢迎您回来，老房东。兰总，你好，习副主席，你好。记得在你们家呢，你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但是嘱咐我们说，不希望把你们喂得太胖。临走的时候呢，你这个亲自做了爆米花送给我们。这个当年的那些印象又重新浮现出来，因为你们是我见到的第一批美国人，使我这个形成对美国的印象就是来自于你们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你们就是美国。在今年的欢迎宴会上，习近平主席再次讲起了这段和美国人民共同生活的难忘经历。演讲中，习近平主席还提到了著名的飞虎队。2个多月前，飞虎队老兵莫耶、麦克马伦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共同致信习近平主席，介绍他们支持推动中美友好交往的情况。不久，他们便收到了回信。习近平主席在信中写道：追忆往昔，中美2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，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，结下了深厚友谊。We were very pleased to receive the letter. 今年以来，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，致史迪威将军外孙，致费城交响乐团，一封封复信，书写了一段段中美民间友好往来的美好记忆。无论是在访问行程中，还是在接见来访人士和书信往来中，习近平主席多次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往来，为中美友谊厚植民意基础。他曾说，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，中美2国虽然相距遥远，但2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。国之交在于民相亲，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向世人表明，中美民间的交往从没有中断，中美民间的友好将薪火相传。